尊敬的面粉们好，今天你们赚钱了吗？前几天有吃到一些行情的观众朋友们，应该是多少都赚到一些钱了。但是这几天的连续上涨的行情，给我们留下了一个大大的疑问啊，那就是现在还能不能买入？接下来几天的行情，我们该怎么分析？这几天啊，有人嫌面具人，我之前一直不看好比特币了说你面具人现在等着涨了一些了以后，我又回来讲比特币，讲加密货币了。OK， 那是这，你们嫌我讲，那我不讲了，行吧？我给大家介绍一个高手来给你们讲，杰克老师。他以前是在国内的交通银行有着15年的工作经验，在各种交易领域，证券、基金、期货、加密货币都有着广泛的涉猎与从业经验，老金融了，属于金融老司机。目前呢，已经离职润到美国了，在纽约自己经商，业余的时间呢就会做交易。因为从事金融行业的时间比较久，分析金融相关的信息还是非常专业的。以后呢，我也经常会邀请他来，作为专业的从业人员的角度来给大家进行一些行情分析。大家也都知道，面具人我擅长的是基本面，但是从数据分析技术角度上来讲，杰克是比我强很多的。我呢和他认识了也很久了，他做单的数据和胜率，我也是一直了解，非常的佩服。那把他邀请过来咱们的节目客串讲一讲行情，也是花了不少的精力和代价。我分析行情的时候，以前呀我有些不懂的，我还会咨询他。所以呢，我接下来的这段时间内，我还是会维持我半退圈的状态，我继续会给大家带来一些新闻分析、时政分享。但是专业的技术呀、数据的分析，那我找高手来给你们讲，行不行？大家也可以看一看杰克老师的视频，分析一下我和他的异同究竟谁高谁低嘛？是不是？如果他真讲得好，他的水平比我高，那以后我有机会的话，我也会尽量的邀请杰克老师来我们的节目做客，给大家进行行情分析。那好，有请杰克老师。大家好，我是杰克老师。今天是美国东部时间2023年1月15号，我们开始今天这一期的节目。在这个节目开始之前，我先简单介绍一下我自己。我有超过15年的金融行业的从业经验那么大概在5年以前，我进入到币圈开始进行一些交易，现货和合约都做。我是一直保持盈利的记录的。但是我发现很多这个币圈的朋友，尤其是做合约的吧，都基本上，亏钱的多也不是那么的专业所以我就想开这么一个频道，来帮助大家一起来建立一些，合约交易的专业的知识希望能够帮到大家也希望你这个听到这个节目之后，能够帮忙点赞转发。那我们就开始今天的行情分析。我们首先还是来看一下比特币我们先从周线级来看一下大的走势那么周线级的话呢，就这个比特币它是突破了以前的一个盘整的区间，大概从15584到18044这么一个盘整的区间。完了之后呢，一直向上突破这一根大阳线，周线的大阳线，代表了这个进入到可能进入到多头进入到所谓的小牛市。这里面有一个标志性的指标呢，就是 EMA 21周线级的。那么它现在的点位是在19448，就19500吧，这是周线级的 EMA 21现在已经跨过了之后呢，就行情走强但是现在是不是已经就说已经进入到了这个牛市？我觉得还不是这样还不是这样。那么还需要这个周线级在这个 EMA 21之上再待个2-3周，就接下来2根或者3根周线一直要在 EMA 21之上，我们才能够确认它是走强那么会继续往上冲。短期的阻力位呢，会是在这个周线级的2根，基本上我们看这根垂直供应柱，在这个21000
1629到22500这个区间，这是一个短期的压力位啊。那么需要突破这个压力位才能继续往上。再上一根呢，你看这个垂直供应柱啊，是24500左右吧。在这个这是再下一个，如果这个走强的话，会继续再往上再冲啊。这是周线级，我们现在是这么一个情况，我们等着后面2到3根周线的确认，也有可能它这个就掉下来了，也有这种可能性，这是我们需要持续关注的。我们再看一下日线级，日线级我讲就是有一个比较重要的指标，也是这个 EMA 21，在目前这个RSI 严重超买的情况之下呢，通常啊它这个会回踩 EMA 21，它就像是一个磁铁一样，会把它吸住啊，它不会说猛然间再往上冲，再冲也不会冲太高，就这个K 线的指标和这 EMA 21，它总是会保持一定的这个粘合啊，不会相隔太远，所以现在看来这个已经是差距比较大了啊。我们看看过去的历史啊，只要差距大的时候，它会把它拉回来，就像个磁铁一样。现在也是这个情况，所以呢，应该是在这地方盘整一段时间，或者再上它也不会上太多啊，它会等着这个 EMA 21日线上来啊，现在这个时候会快速上来啊，你看这个走得很快啊，它会快速的上来，然后再回踩一下，又有一个交接，然后再继续往上，也可能再往下啊。从日线级大概是这么一个情况。那么具体的对于合约操作来讲呢，我们是看小时级的啊，小时级我们看一下4小时，这里面呢我们就会用到波浪啊，波浪图。现在看来这个比较明显的是走完了3浪啊，上升3浪，1、2、3，现在是在往4回调，所谓的这个回踩嘛，或者叫横盘啊，过程当中啊，那么具体这个4浪会到什么位置呢？我们从这个4小时级呢，有几个方面，首先是看这个斐波那契图，斐波那契呢，这个一个最低的要求啊，我再讲一下这个斐波那契怎么画啊。那么斐波那契的画法呢，就是从这个3浪的起点，我们起点这次的起点是从这儿开始啊，这儿到3浪的终点啊，拉过来之后呢，你就会形成一个斐波那契的各个点位，最低要求是 0.236， 通常它会在 0.382 到 0.618 之间，在斐波那契它一般是遵循，一般不会过 0.618， 极端情况下有可能到 0.768 啊，这个就很少了啊，非常罕见了啊。那么基本上到了这个区域，从斐波那契的角度讲，就应该开始报警了啊，可能会下跌了啊，不会在牛市可能都已经结束了啊。通常一般它会维持在382到618之间。从波浪的原理来看呢，波浪的规则是说，它的回调4浪的回调会落在上一个就是3浪上次的1、2、3浪的中间，它也是5浪啊，它是1、2、3、4、5，这个3浪里面的第3和第4小浪之间，这是这个一个通常情况下的合理的回调的区间。那么我们来看一下，大概就是在19110到18720，或者我们准确点是18714啊，大概是在这么一个区间。那么这个区间里面，你看这儿也有一根周线级的这个阻力位啊，支撑位吧啊18800啊，所以很有可能会落到这儿，就正常情况下会落在这儿。但是现在行情比较强，你看它也持续也下不来，所以呢，其实它这儿已经满足最基本的一个回调要求0.263、236，所以它也是有这种比较小的可能性呢，就直接就上去了啊。这是从这个斐波那契和这个波浪的原理来看。那么具体我们来看一下1小时级别。1小时级别我讲了，这个比较可能性的呢是现在它走一个 ABC 3浪的下调啊，就是 A， 现在是 A、B，现在走 C 啊，C 浪呢一般会走5浪啊，
是 A 是三浪，你看啊，1、2、3三浪 ，B 也是三浪，1、2、3三浪 ，C 浪呢会走5浪啊，现在是1、2啊，3浪会很长，3、4、5大概会在这儿啊，这是一个通常的情况会是这样的啊，这正常情况。所以呢，这种情况就大概率会落在这个区间，就上一次的3和4之间啊，一般不会超过4啊，不会超过4。还有一种情况呢，就是它不会低于这个 A 啊，那么它就不是走这个 A B C， 而是走了一个我们叫三角形浪。三角形浪是怎么走的呢？它会走这个就这个回调啊，它不会低于这个 A 浪的低点。A 浪的低点是20225啊，所以这个它会走 A B C D E， 就是5浪啊，三角形就是 A B C， 这个 C 浪是大概就在这儿啊，大概在这儿，但是它怎么着也不会低于这个 A 浪的低点。如果低于呢，这就不是三角形了，它就是走 A B C 了，就直接下去了啊，就直接下去了。所以看它是否低于这个 A 浪的低点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观察点C D 会在这个 D 呢不会超过 B 的高点，如果超过 B 的高点之后呢，就有可能会直接上去了啊，所以它不会超过 B 的高点。E 大概其呢就会在中间，这个三角形的中间啊，再看一下 A B C D E， 走完 E 之后崩上去了，这就是三角形会是这么来走啊，或者这么来走，所以这是第二种情况啊，第二种情况。具体会是什么情况呢？我想这个大家要仔细盯盘啊，大家仔细盯盘啊。那么现在就是看多啊，现在不宜看空啊。现在做空的话，我觉得你就除非你特别有经验啊，要是没有经验的话，不要去做空，做空很容易亏钱。好，我们再看一下以太坊。以太坊我们还是先从周线级来看一下整体的走势。周线级的情况和比特币是比较类似的啊，比较类似。也就是说，它先是在这个盘整区间，在这个区间盘整了几周，大概是在1074到1312啊，这个区间是周线级。一般大家看这个区间这个盘整区间就是从周线来看啊，周线级的这个支撑和压力位啊，它就是盘整区间一下上去了啊，突破了，你看这突破了之后，同时进一步突破了这个 EMA21。EMA21 呢，我们来看一下准确的点数啊，周线级的 EMA21 现在是1400啊，1400，所以呢它也过了1400啊。同时呢，这有一根这个周线级的这个阻力线啊，压力位是1426，它也过了啊，所以很强啊，这根大的周线的阳线非常强。但是不是就马上进入了牛市了呢？那还不一定啊。刚才一样的道理，就是需要它持续维持后面2-3根周线也一直在 EMA21 之上，那这样我们就可以比较有信心的说它上去了啊，上去了。近期的阻力位呢，压力位呢会是在这个周线级的这个垂直供应柱啊，按照这个维科夫的垂直供应柱。那么大概就在1677到1700啊，这个1700之间吧啊，接近1700这附近，会是近期的一个压力位啊，压力位。如果突破了之后那再回踩一下就继续往上了。好，这个如果说它这个维持不住，在接下来的2-3根周线里维持不住，又下来了又掉下来，那可能会进一步升跌，啊。从周线我们大概看到的是这么一个情况，我们再看一下日线。日线还是同样情况，就是这个 EMA21 EMA21 的日线级，它现在大概在1340左右，1340左右，它也是偏离的比较多了在历史上我们看，只要是偏离的太多，你看这儿偏离很多，它个下跌太猛之后，它一定会把它扯回来，就像磁铁一样把它扯回来，这儿一样，偏离太多。它不会上太多了，顶多可能到这儿又会下来，它会把它扯下来的。它还会和这个 EMA21 在日线上会有一个交集，完了之后再确定往下，再往上这个所以这一点呢，
是需要值得大家去关注的啊！不要说这时候看看啊，这个行情非常好了，大家就跟着 FOMO 进去，不是说不能 FOMO 啊，我觉得这个是有一定风险的。具体看这次回调的幅度，我们来从小时级来看。好，小时级呢，我们还是从这个波浪图啊，波浪图现在和比特币类似，它现在也是在走完了3浪，现在往4浪的回调过程当中。那么4浪的区间一样的，同样的道理，在就是上一浪的3小浪和4小浪的中间，这是它回调的一个合理区间。那么我们看一下，大概就在14441到1400啊，这是1400，在这个区间合理区间。那么从斐波那契的角度来看呢，也是在这个斐波那契一般是在0.382到0.618。或者0.5啊，0.382到0.5啊，极限是到0.618啊，那么很有可能呢就会是在这个区域啊，这是从斐波那契和这个波浪规则看的。那么我们具体来看一下它这个现在的走势是在我们看到1小时级的，1小时级就还是一样的情况啊。现在看这个比特币呢走的更明显一点，它是很有可能呢会走一个 ABC 3浪啊。你看这是 A 浪走完3浪的它1、2、3 ，B 浪也走完3浪了，1、2、3、3、3。那么现在如果走 C 浪呢，它会走5浪，3、3、5。5浪现在现在是走了1浪啊，先看1，看到没？2来的过程当中可能会再往上冒一点，3、4、5，大概到这儿来，这就是 C， 大概会这么一情况。另外一种测量办法呢，就是按照波浪规则啊，它是 A、B、C 里面就是 C 浪和 A 浪等同，就是波浪有一个叫等同原则啊，什么意思呢？就是 A 浪的长度我们大概测量一下 ，A 啊，这是从它的起点到终点，然后 B 在这儿来，所以它大概就会在1426啊，具体的准确你们可以用计算器来算，就是你拿这个高点减去这个低点。啊，就是这个长度 A 浪的长度，然后再用 B 浪的高点减去这个长度，就得到一个准确的数，大概在1426附近啊。那么这个区间呢也刚好落在了3到4之间，所以很有可能会是这样啊。那么这是走 A、B、C 的路径，会是这么一个点位啊。同时呢也有另外一种可能性啊，就是如果行情比较强啊，行情比较强的情况之下呢，它就不会去走这个 ABC 啊，不会走 ABC， 它会走什么呢？刚才说的三角形，三角形呢就是 A、B、C， 它这个 C 呢就不会过这个 A 点的低点。我们看一下1505，不会过 A 点的低点啊，它不会过 A 点，它就往上走了啊，它就往上走了，这种情况也是有的啊。现在看来也是有比较大的可能性，就是这个因为行情比较强嘛，它就在这儿盘整，是吧 ？A、B、C、D， 它们这个5浪啊，它这个一般是 D， 它会在这儿 ，D 呢不会超过 B 浪的高点 ，B 浪的高点现在是1565，如果它不会如果超过了之后呢，那是另外一种波形了，我们要重新评估，也可能直接就上去了，都有可能性啊。超过之后我们要重新评估这个波浪结构了啊。如果没超过就是 A、B、C、D、E 会再下来，大概在这儿。E 会是在这个C 和 D 的中间，大概这个位置，走完之后就会上去了。这是三角形呢，会是这么来走所以是这么几种情况，那么需要大家持续关注啊。这里面核心的点就是要不要继续下去，就是要不要破这个新低这个前低，就这个1505啊。所以希望大家来持续关注一下。另外一点就是我们再看一下美元我们看一下美元，美元呢它是这个一个币圈的参照指标，一般来讲美元跌币圈涨，美元涨币圈跌啊。所以现在看来是美元它是一直在下跌。下跌呢，基本上到了一个比较关键的，快到一个比较关键的支撑位就是101.2或者101附近吧从这个波浪的角度来讲，它是已经走到了第5浪了1、2、3、4、5浪完了之后呢，就一定会反弹，但是5浪呢，我们来看小时级别的5浪我们都知道，第5浪是会有5个小浪，5个子浪。你看，大家都可以明显的看得出来，这5个子浪里面只走完3还没走完呢，1、2、3，所以还会至少有2浪，而这个3呢，一定
三浪不是最短浪嘛，就是这个波浪规则里面，所以呢，这个三浪还会再往下4、5，那么我觉得这个可能性呢，就是跌破这个111这个阻力位的可能性都比较大，当然就是你要从波浪等同的原则说5浪等于第一浪啊，那我们来量一下5浪等于第一浪，那么我们4下来，那么它刚好在111附近啊，刚好那这是有可能的啊，有可能的。但是呢，我觉得从现在看来，从这个5浪的具体的这个波浪形走来看呢，很有可能会破111啊，就会持续往下。如果它持续往下呢，对币圈就是个好消息啊。如果美元持续下跌，币圈就会持续上涨啊，所以这个大概是这么一个情况啊，这也是需要大家后续关注的一些主要的点。好，那么今天鉴于时间限制呢，我们就不再分析美股啊，本来是想分析美股，今天时间不够了，下期节目吧，再跟大家讲讲美股的走势。好，今天大概就讲到这儿，希望大家点赞留言啊，我会持续的关注大家的留言，同时及时的给予解答，谢谢大家。